大家好，比特币最近判断有可能是在攀整，所以操作上我们尽量用4个小时的威嘎斯指标，回撤的时候找支撑，就像这一次也是踩在114的通道，然后去做多几档山寨币。那昨天是跟朋友们提到，美国401k 养老金9万亿美元的规模也准备入场加密货币，所以有可能狂热阶段正在酝酿。不过我们也要小心主力阴谋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昨天是跟朋友们提到，交易所比特币最近流动的数量，或者是也就是这一根红色的柱状。可以看一下25号那一天下跌的时候，大金鱼是继续从交易所搬出了接近3万枚的比特币。那我们看一下另外这一组数据，我感觉是更准啊，也就是交易所目前比特币储备情况。可以看一下这个蓝色的位置啊，它是再创出新低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只要大金鱼从交易所上面把交易所的比特币给它搬到自己的钱包，交易所比特币数量越少的情况下，数量越稀缺，那就更有利于比特币。反正这一条灰色的线，这几年是一直在涨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，我们再来跟踪一下这个威嘎斯指标。其实比特币价格涨多了，这个位置是2万枚的比特币。新的资金我还是那个观点，你要防主力阴谋，万一有没有可能再洗盘？但是2-3年之前，我们的仓位很多粉丝都是非常非常重的仓位，或者是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一次有几档山寨币在做多。那比特币你压回到这一个威嘎斯通道144的位置，然后其他的山寨币你就想办法去做多啊，因为我们尽量在比特币高位的位置，如果要做多的品种，那就找压回来的位置。短线它现在有个上涨，或者是山寨币有一些4%到5%-6%的上涨。你就可以把成本设为自己的止损，就算主力在这个位置有什么阴谋在洗盘，我的观点是我们最多成本止损。所以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威嘎斯指标，也是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，它是1年只有一次。2024年的时候，这个144的通道黄金交叉，这一个576跟676通道黄金交叉，你要认真去找，比如说当时这个位置再压回144通道，以及这个位置再压回144通道，压回144通道，压回144通道，后面比特币价格进入狂热阶段。所以我们看一下2025年也是1年1度的黄金交叉，有几次比特币价格压回到这个144，或者是上一次价格是跌回到这个576的通道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。包括后面上涨的时候再回到这个144，回到144，以及这一次回到144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很像当时的这个区间，就是目前的位置这一个箱体会不会像当时的这个区间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链上的数据，比特币狂热阶段是长什么样子？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这整个红色的片区啊，比特币自跌到2万美元开始，这整个红色片区它下跌的市场或者是散户在恐慌抛售，动不动有可能一天跌个10%、20%，包括当时的这个那个第3大交易所倒闭的时候，在15K 的底部，整个区间全部都是狂热的阶段，那你就应该去买入啊。因为我们看一下当时比特币在2019年的时候，它这个链上的数据，比特币在$3000左右的这个低点，底部也是属于狂热的阶段，就是散户在狂热的抛出。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当时$200左右的底部，下跌的市场或者是散户恐慌的时候，疯狂的在抛出这个比特币，有可能也是属于或者是狂热的阶段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链上的指标，自2022年比特币15K 开始启动的牛市，我们来寻找一下顶部狂热的阶段，你有看到几次或者是大面积的这种狂热迹象吗？可以看一下2021年的时候，当时比特币涨到$6万左右的顶部，这是大面积的狂热阶段，就是散户疯狂的在
跟进这个比特币，不管多少的价格，今天你不追的话，明天有可能就买不到更低价格的比特币。以及我们看一下2015年启动的牛市，中间缓步上涨的时候，它这整个片区都没有出现狂热的阶段，只有一些疯狂冲顶的一些位置，或者是中线有一个下跌的位置，就是在这些疯狂的阶段，它这个指标也是非常的准。以及我们看一下这一个高点的位置，指标也是显示出狂热的阶段，包括后面这一个抛物线的上涨，反正这整个阶段是不断的出现在高点的位置出现狂热的信号。以及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在2013年或者是2012年启动的牛市，中间过程到这个高点的位置，它显示出狂热的阶段，以及这个高点的位置或者是最终的顶部是显示出狂热的阶段。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，就是本波比特币上涨的牛市是非常非常的健康，并没有看到，现在都还没有看到这种抛物线的上涨，而且这个指标也没有显示出大面积的狂热的信号。反正我的观点是认为这个位置不会是比特币的顶部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，最近链上金鱼持有100枚的话，每天买入的数量是接近700枚到900枚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近20天以来，链上金鱼也是不断的在买入这个比特币，持有1枚以下的散户钱包地址，反正这20天以来基本上都是在卖出。所以这个位置短期我也是在观察比特币主力会不会还有阴谋。最近也是有跟朋友们在讨论，比特币在这个盘整的区间，它是有出现了几次卖出的量能，就是这个红色的量能，我们如果从日线的图表来观察，到底这个位置是主力在下散户下出的量能，或者是被主力给接走啊，还是以往的经验？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先观察吧，像这种量能大级别的量能我们也要防，万一主力在这个位置盘整还是要挖坑的情况下，也就是你的操作上你不宜去追高，只能在比如说就是这几天下跌的低点，反正有利润的话现在持有，希望朋友们成本设为止损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狗狗币支撑目前就看这2个下灯线的低点，大约是在 0.222 左右啊，或者是上方的阻力位，也就是这一根蜡烛下跌一半的位置，这2个灯线的高点。短期我们先观察吧，上面是有压力，下面是有支撑，狗狗币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区间里面盘整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，也是一样，还是这一个38连的支撑，有可能以太坊短期也是在盘整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。